去了不同的地方，看了不同的风景，知道了不同的事，也感悟了不同的人生。早晨，随着阳光洒耀大地，山中森林种绿，然后终于说出了最后一句：马古达哈，梅哈杜里，美丽的明利飞行伞展望台。他离开是为了遇到下一个更完美的事情，巧遇不同的缘分。经过了这个砂石场，让我想起小时候常常打着赤脚在那边练习。那时候跑马拉松其实只为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早上有蛋可以吃，然后有牛奶可以喝。有一杯牛奶对我原住民小孩来说，其实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然后骑着，我骑在了中横的太鲁阁山野间。经过这个立牌以后，我们正式进入了太鲁阁。第一次骑着摩托车经过这边，就是骑这条路，感觉真的很新鲜。沿途上的风景纳入眼帘的时候，有时让人叹为观止，真的有种说不上来的雄伟，是非常的雄伟壮大的感觉。在骑的过程中，其实不久就遇到了一个让我停下来的地方，它就是太鲁阁溪探坝。碧绿的利乌溪水，水面非常的平静，然后仿佛时间静止的那种感觉。而且在往上有望去的层层的山峦，令人向往，其实是可不可以置身在其中。那时候才发现我的渺小，眼前风景的伟大。然后湖前良景邂逅韩国的朋友，与他们聊天后，竟然才发现他们来台湾5次了。其实言辞中也透露出对台湾的喜爱。然后我也跟他说，我也去了韩国5次耶，就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很有缘分。然后2个人也无话不谈。最后让我送了一首李叔同大师的送别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你好，这边可以骑吗？希望的第6次，我们还能再相遇。送别了安妮，我来到了小时候打过工的地方。因为就是30几年前，就太鲁阁与现况不太一样。以前的话是随处可见工程，所以当时的我黑黑小小的弱小的身躯，背着钢筋来回穿梭在路边。我当时永远忘不了游览车上游客望着我的眼神，然后感觉好像在看猴子一样。如今美丽的太鲁阁是多少前人用血泪甚至用生命换来的，你可以体会吗？当然不能，因为我当初只是一个打工仔，搬搬石头钢筋罢了。再次来到燕子洞，其实它整条走完需要大概30分钟，它总长约 1.3 公里。峡谷、湖穴、涌泉、印第安酋长岩、映入眼帘。燕子口的地形是利乌溪水历经久远的岁月所切割雕琢出来的，尤其是印第安酋长岩，也是其中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佳作。此位岩壁上的虎穴呢，其实并非是燕子啄出来的哦，也不是燕子窝，其实它是地下水和利乌溪水侵蚀所造成的。湍急的溪水有时受到阻碍，变形成漩涡，漩涡水流带动河沙不断的掏蚀岩壁，经长久的岁月后就形成弧形地穴。燕子们期间觅食嬉戏，因而得名。但其实在这边驻留了很久，很放松悠游在其中，尤其是疯狂的拍照结果回去后其实蛮失望的，因为拍的技术不好，拍的不是很好看。也在思考，就是该学一点手机拍照摄影的技巧。
不是这里吧？那是雪地水营地吗？没有对不对？对了，这边啊。机车露营环岛听得出就是这么的秋，我们去数，然后这也不用特地的去赶时间啊。因为这段路啊，我们骑了四五个小时有啊，如果可以哈，其实我还想再加1倍的时间，也欣赏不完那个中国的美。不知不觉，其实我们已经骑到了太鲁阁最耳熟能详的天祥宝塔。可能我都习惯念天祥宝塔。最早是太鲁阁人发现定居的地方，也是太鲁阁峡谷的分界。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就是昨晚跟曙峰聊了以后，其实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属于赛德克族，所以我也想来看看这个地方。它附近有白杨道、水帘洞可以散步，然后走过那个普渡墙，也祥德寺步道行走，仅有26海尺高的白银观音脸，然后七层高的天峰塔，有庄严的地藏菩萨像，还有宏伟的大雄宝殿，可以感染青丝佛理的气息。若你求的是与山林的对话，或者与穿梭阔叶林带的虫鸣飞鸟蝴蝶，也全部让你带心而归。然后幸运的话，还有太鲁阁大旗比太鲁阁越热亮。我们接续骑着，然后是来到了
走过才能通行，当时被流挡了路。我想起了当时夜晚的那个满天星空，模糊的记忆，只记得车上4个人，至于是谁我也都忘了。当时的星星是这辈子看过最近最亮最美的星空，仿佛置身在电影世界一样。这样的一个记忆到现在一直忘不了。其实这段路原本是没有在计划内的行程，原本8点结束后呢，其实是要去朝圣那个泛泛野溪温泉去野营。可是在旅熟公聊了1晚以后，才发现8点这边有更多美丽的地方，开启了我的应该算是寻根之旅吧。回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后悔。最好笑的是根本不知道这条路会经过台湾最高的公路武陵牌楼，真的是随心到极致的机车旅行。一个人骑在武陵山上，那个山峦就是犹如滔滔江水一样连绵不绝，俯仰整个大地的时候，在云海作伴。其中也有个小插曲，人和机车其实都有高山症。其实好几次坐下来的时候，一起身然后天旋地转，吓死宝宝了。我以为我生病了，还好都是几秒后就恢复。结果连我的小摩托车也高山症，峰顶最快的速度一度只剩下16，心里其实一直扑通扑通的跳。一个人，然后车上装备大概40公斤，身体又有点不舒服，而且当下的心情说不紧张很难。然后第一次骑机车上武陵，印象真的很深刻，与平地时不同的美。后来原来才发现说，海岸线也可以像海岸线一样这么的美丽，叹为观止。然后来到武陵后，其实我一个人有时候也很难拍照，就是请路边的小姐姐帮忙拍。其实此刻我好像一个观光客一样，忘了我的病痛，灵魂正被山峦的道路牵引着，有类似让随风飘逸，真的很舒服。然后我这边也分享一下机车行老板的小技巧。回来以后，其实有跟老板聊过说，当机车发生高失症的时候，发动它，拿着几张面纸堵住排气管中前段有一个像风扇的那个排气口，一般在我们脚踏的下面，然后一会其实它就会好了。好像讲的很简单一样，原理是什么我其实也不懂，下次有机会我再试看看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继续往南头骑下去吧。无意间就是骑到了这个市井，简单补了一些货，还买了一个超大水梨。然后其实来到清境农场的路上，这个很满满的樱花。然后呢，骑着骑着，我的回忆中又想起了，我来过这里，然后住过清境农场，其实与当时的女朋友曾经在此被满满的那个牡丹花包围着。人生感情路上呢，过客来来回回，一直到你遇到克星以后，克星，然后才会结婚生子，其余的呢就深埋在心底，不要再挖起来。只是有过客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变这样？遇见的你呢，又帅又时髦。”可是小姐，岁月不饶人小姐。就在经过了静静以后，突然马路上惊见，哇塞！大家看到了吗？真的是赶羚羊，我没有讲脏话真的是有人在赶羚羊，我不是在玩谐音。其实长这么大第一次。
下这一段山路，真的会让人印象深刻，又陡又斜，然后一大堆的马夹弯，真的有点恐怖。其实我在上面犹豫了很久，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。刚刚一度的时速是16，在这么陡的陡坡，如果下去的话，明天怎么上来呢？可是，其实这边是往左边下去，道路越来越小。冲吧，管他的。天气真的太多变了，我还是找个有棚子的地方了。下来的感觉很好，觉得全身真的好累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赶快把帐篷及所有的装备搞起来，然后去泡一下热热的温泉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等一下先打给戴师傅，不知道他路上怎么了。然后明天我再各位介绍这个很舒适的露营区。没有往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是啊，我一路都是我也差点迷路啊，后来我是一直问人啊。因为这个不好找。然后最可怕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一路来多斜吗？我最高时速16，我一直以为上不去，你知道？吓死我了！好，可怜的是，告诉大家，伙伴居然骑了11个小时，11个小时才到土城的家里。因为呢，他原本走乌来那条，结果骑到最顶的时候封路，于是他又趴回宜兰，从宜兰再走北宜回来，够可怜的。
慢慢的你对帐篷的这里球场的搭设越来越熟悉，所以其实也还好，一个人在搭的时候大概20分钟上下，他其实就可以这个搭建完成，因为不用搭天幕，然后也不用煮桌子椅子那些，因为原本的这个营区全部都有，所以我明天会更快的来做一个收拾的动作。因为这边的附近的人都还蛮友善的，那些阿伯阿嬷都会跟我聊天。哦，少年的你哪厉害？你有多卖那也在在这做，啊，你环岛哦，你够搞诶！我也是笑笑的，我说你们也很厉害啊，这样子可以在这种时候也可以来到这边露营，然后又去爬山这样子。好了，终于可以好好的泡下温泉了。一进来以后，就像我前面讲的，它每个泡澡的地方其实都有一些可爱的图，它整个里面都非常的干净这样子。当然啦，对那个隔音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，然后为了要把贴上去的这个刺青，然后把它撸掉，其实我撸了好久。泡温泉以后，整个人精神多了。然后简单的用一下宵夜。然后自己也尝试煮了饭，成功了。啊，再喝个小酒，睡觉。大家早安。当然了，还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再好好的去泡一下温泉。水够烫，真的很舒服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儿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它，就好像要浏览也不看。泡温泉以后呢，其实也该开始准备了，因为昨天其实就。
危险的博主被带走混渡。